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带大家过情关。针对剧中华妃和皇上的感情，小主们有多种不同的意见。有人说皇上从来没有爱过华妃，还有人说皇上爱过华妃，只是甄嬛出现后便不再爱了。带着这些问题，胖妮把有华妃失宠苗头的剧情反复看了几遍。今天咱们来深度剖析一下剧情。想当年17岁的华妃初入王府，风华正茂，英姿飒爽。她是整个王府中唯一一个不怕王爷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个敢于陪着王爷去策马的福晋。还是王爷的胖菊曾对华妃说，我只喜欢你。胖妮相信那并不是一句虚伪的敷衍，而是情到深处的情不自禁。当时的胖菊喜欢华妃，想想也是很好理解的。在前朝，九子夺嫡何其激烈，手足相残又多么残忍。皇上看到的都是人性的灰暗色调，回到府中自然不想面对宜修那一张古板而写着算计的脸。皇上爱纯元的善良和真挚，在纯元去世之后，他又不断去美化他的形象，因为这代表着人间的美好。皇上也爱华妃的任性和泼辣，因为一条舌头苦得久了，辣味能提神，能让他觉得自己还活着。所以皇上爱过华妃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那么皇上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厌弃华妃的呢？我们来盘点本剧开头的4个场景。场景1，皇上忙于政务，一连数日不进后宫，内务府太监跪在地上求皇上翻牌子，皇上依然不为所动。场景2，皇上到了翊坤宫，华妃难掩喜色，皇上的注意力却被姿色平平的17岁的福子吸引，感叹初相识时华妃也17岁。场景3，朝廷需要派年羹尧平息叛军，皇上当晚就翻了华妃的牌子，起驾翊坤宫。场景4，除夕家宴上，华妃因为自己的哥哥立了战功而喜不自胜，丝毫没有注意到皇上的兴趣所然。这几个场景都是发生在皇上真正和甄嬛接触之前的，而我们却明显感觉到皇上对华妃的喜欢已经所剩无几。否则他不会宁愿在单位加班，也不愿意回家，宁愿看小福子武官寡淡的脸，也不愿意看华妃。除夕夜宁愿一个人到倚梅园走，也不愿意陪着皇后和华妃等众妃嫔。的确，任性这个特性是需要好的年龄来衬托的。17岁的华妃面似桃花，艳丽多情，这样的她有一点任性，反而显得娇俏可爱。而笨三的华妃容颜渐衰，还任性不减，就显得轻浮和跋扈。甄嬛懂得以色侍人，色衰而爱弛的道理，华妃却并不懂。这些年来陪伴在皇上左右，华妃并不真正的了解皇上的喜好，也不能洞察他的内心。她是一个将以色侍人进行到底的女人，也是一个缺乏危机感、拒绝进步的女人。就像在除夕家宴上，皇上脸上写满了孤独和寂寞，而华妃对此不能体察，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不能自拔。这样的事情多了，久而久之，两颗心就会变得疏离。如果说场景1、场景2和场景4只是说明了中年夫妻情感的日渐淡薄，那么场景3则更加令人细思极恐。皇上每要动用年羹尧的时候，就去翊坤宫过夜，这是他对自己与华妃的感情的践踏与亵渎。人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中国古代36计中也有美人计，讲的是以美色为利器，攻克对方，使其不设防。而在《甄嬛传》中，皇帝却一次次用自己日渐衰老的身体来交换华妃和年羹尧的忠心，想想还真恶心。皇帝不是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卑劣，而以帝王的骄傲，此种卑劣的行为他能用在宠妃身上，却断不会用在心爱的女人身上。或者说一旦用了，他就会让自己的爱抽离。这样看来，皇帝对华妃的厌弃是在甄嬛入宫之前就开始了，或者说是在他决定让端妃端去安胎药治华妃流产之后就开始了。从那时候，皇帝对华妃的宠中利用的成分已经大于感情本身。至于在后面剧情中华妃犯错，皇帝3番5次迁就和包容，一方面是考虑到年羹尧的势力，另一方面是出于愧疚。华妃自尽之后，皇上又纳了娇嫩的祺贵人来缅怀华妃，实在是无用的自我感动。祺贵人也会老，她的刁蛮任性也有面目可憎的那一天，
在本剧中，她同样不得善终。好啦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